我问你一个超真实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，你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不对，但最后你还是做了，而且更夸张的是，做完之后你还会想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诗篇106篇最后一段不是在讲一个突然的大失败，而是在揭开一件更可怕的事。人通常不是一下子坏掉的，是慢慢走进去的。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。这句话看起来很小，但其实是关键。没有完全顺服，不是全错哦，是差一点。但你知道吗？很多问题都是从差一点开始。凡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一开始只是没有分开，接着变成开始学。这里很重要，影响是会渗透的。你以为你在影响环境，其实很多时候环境在影响你哦。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。原本只是接触，现在变成依靠，甚至敬拜。而且诗篇说这是网罗，意思是你以为你在选择，其实你被困住了。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，这段真的很重，从妥协走到极端，甚至伤害最珍贵的东西耶。这就是罪的本质，它不会停在原地，他们就被自己所行的污秽了。注意，不是只有外在问题哦，是整个人被影响啊。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当人一直选择错，最后就会承受结果了。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，然后很关键一句，他们屡次悖逆，不是一次啊，是反复，这就是循环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。注意这个然而，整段最重要的转折。人失败很多次，但神没有放弃耶。然后他纪念他的约，再一次出现。神的行动不是因为人配得，是因为他信实，使他们在凡掠夺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这句很特别，神可以改变环境，甚至改变对你不好的人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。这里很诚实，承认需要帮助，不是假装没事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很奇妙。整篇讲了这么多失败，最后却是赞美。为什么啊？因为重点不是人的失败，是神的怜悯。你以为人的问题是做错一件事，但诗篇106篇最后告诉你，问题是一条路径。这条路是1. 小小不顺服， 2. 慢慢混在一起， 3. 价值观改变， 4. 行为失控， 5. 承受结果。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呼求，然后神就怜悯，然后就被带回来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神不是只在你成功时与你同在，他在你失败时仍然在耶。这才是整段的重点。你可能没有走到极端，但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妥协、混杂，慢慢改变，而你自己可能还没察觉哦。这才是最危险的，但还有机会，因为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看见问题，呼求神，循环就可以被打断。诗篇106篇34到48节不是一个悲剧结尾，是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盼望。警告你不要轻忽小小的偏离，告诉你即使走远还能回来啦。所以最后问你一句，如果你的人生正走在某一条路上，那条路最后会带你去哪里呢？